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医生，怎么回事？一个略显冷淡的声音响起。事情紧急，跟着推车的护士来不及跟来人打招呼，急忙道：患者意识丧失，原因不清楚。医生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他跟着推车，伸手探上了那人的脖颈，发现没有脉搏，他毫不犹豫地翻身上了推车，一边给那人做心肺复苏，一边冷静地下令道：去抢救室。推车穿过密集的人群，很快就到了一间布满仪器的小隔间。推车进去后，蓝色的隔离帘很快被拉上。医生在戴口罩和手套的空隙对站在一旁准备辅助的医护人员道：推抢救车，准备气管插管。是。几乎是在抢救车进来的同时，医生便准备好了工具。他目光灼灼，额角滑落几滴方才因心肺复苏而出的汗水。他架好工具，导管顺利插入那人的气管，拔导丝。好。一旁护士干脆的执行。医生继续安排道：听位置。位置没问题。患者是颤，准备除颤。是。换人。自患者进来以后，一直给他做着心肺复苏的护士体力不支，医生顺手接了上去，一边继续按压，一边沉着冷静地安排道：充电200焦。耳边响起了细微的电流声，200J，充电完毕。医生接过除颤仪，对身边的人道：准备放电，闪开。患者的身体被电流吸起，又狠狠地砸在病床上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，听起来痛苦至极。但他的心跳仅有短暂的波动，继续按压10几次后还没有恢复，他便继续道：再来一次，充电200 J。200 J，充电完毕。又是一次剧烈的颤动和10几次的按压，但这次很快，仪器上显示的心跳数据就恢复正常。医生稍稍松了口气，恢复窦率，拉个心电图。心电图纸被递到他手上，浅琉璃色的眼眸仅看了片刻，便准确下出了结论：急性心梗，联系心内科，马上准备急诊 CPI。 是。这手术持续了很久，带他出来又马不停蹄地接了几个病患，等到忙完已经是中午时分了。路过2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小护士，拘谨地跟他打了招呼后笑嘻嘻地走了。蓝忘机有些疲惫地捏了捏眉心，轻轻叹了口气。阳光透过明净的窗户斑驳地洒在他的脸上，像是枝头盛开的玉兰，看起来宁静又淡雅。只是宁静过了头，变成了寒冰，所以急诊室的很多人都会在私下叫他冰块医生。对此他没有多说什么，急诊室的工作就是这样，兵荒马乱又着急忙慌，片刻都不得闲，好不容易休息下来了，相互之间开玩笑也无可厚非。他刚准备回到办公室，就看见急诊室门口跌跌撞撞跑进来2个老人，一个满脸是血，另一个则是紧张的快要哭出来了。一看便知道是老两口。那婆婆一见到蓝忘机，便激动得跟什么似的，仿佛下一秒她就会消失不见。她带着哭腔，揪着蓝忘机的手，几乎要跪倒在地。她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苏州话，求救道：大夫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家老头子吧，他摔倒了，脑袋磕在石头上了，流了好多血啊，医生你快救救他。一旁的大爷也是哎呦哎呦的叫唤着，仿佛痛极了。蓝忘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叫老婆婆从地上起来，她走到老人家身边，细致地看了几眼伤口，然后尽量温和道：婆婆，无事，伤口不大，也没伤到要害，待会儿去处理一下就好。人老了本就怕死，老婆婆听了还是不信，她抽搭着，可是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啊？蓝忘机耐心解释道：婆婆，人的头面部本身血管就多，只是看着可怕，其实并无大碍。他带着大爷处理好了伤口，又嘱咐好了这2天的注意事项，那老两口才千感恩万感谢地从医院出去。这一番折腾完，留给他休息的时间就不多了。他看了看腕表，准备回办公室随便吃几口，然后再休息一会儿。可谁料他刚进办公室的门，就看到温情怒极的面孔。蓝忘机一时也不知道是该进去还是不进去，他正准备走时，温情发现了他，变脸似的来了句：蓝大夫忙完了。一扫方才脸上的狰狞，看得蓝忘机额角一跳。他应了一声，只能硬着头皮走进去，关上门才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人，是温情的弟弟温宁。
这孩子在医疗方面没有什么太强的天赋，可奈何家里是医疗世家，便逼着他学了护理。他今年刚刚毕业，前几天才来到他们医院实习工作。蓝忘机一看他这副失落又难过的模样，就知道他是又犯错了。怎么了？蓝忘机问了一句。温情看着温宁，怒气冲冲道：“你自己说怎么了？”温宁猛地震了一下，很显然是被他吓着了。他嗫嗫嚅嚅道：“我被投诉了，投诉。”蓝忘机有些吃惊，这是犯了多大的错误？他不禁蹙眉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温情这回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骂骂咧咧道：“这个蠢货，给别人扎针都能扎错。”忙了一整天的时间，蓝忘机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，听到这不是什么大事，而且温情还在这里骂他，想来这事已经解决了，这才拧开瓶盖喝了口水。他淡淡的看了温宁一眼，道：“无妨。”温情接着道：“扎错了7次。”蓝忘机、温宁辩解道：“6次，有区别吗？”温情骂道：“人家大妈本来还挺理解的，这东西几分钟给人家扎了一手背窟窿，给人家惹生气了，这才下去投诉他。”蓝忘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劝解，便低下头吃了几口已经凉透了的便当。温情又骂了一会儿，直骂的温宁连头都抬不起来，这才稍稍熄了怒火。过来。温情伸出一只手，对温宁道：“今天急诊人少，你再给我扎着试试。”他的手就放在蓝忘机面前不远处，蓝忘机无意间偏头一看，却发现那只本该白嫩的女性手背上布满了鲜红的针眼，一看就知道她是又给温宁做小白鼠了。蓝忘机与温情共事几年，心里也清楚，其实温情这个人嘴上厉害，一会儿要用手术刀捅死温宁，一会儿要让他去地下见温家祖宗，其实还是很心软的。刚好他的便当吃完了，他将桌面收拾干净，对温宁道：“来这里。”温宁一愣：“什么？”蓝忘机把手放在桌上，对温宁道：“来这里试验。”温宁战战兢兢地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温情一眼，根本不敢动。别说他原本就胆小了，换成谁来也胆大不了，给全院最厉害的年轻冰块医生扎针，这要人命吗？不是。好在温情看出他的惶恐，及时解围道：“算了吧，你可留着你那双手吧，你哥下午不是要给你带个实习生，留着手练他去吧。”蓝忘机瞥了温情一眼，淡声道：“我带的是外科实习生，不扎针。”温情真是气死人不偿命。于是下午蓝医生的手上也多了几个针眼。蓝曦臣傍晚带人来的时候，蓝忘机又是刚忙完。其实蓝曦臣心里很愧疚，把蓝忘机调到这么折腾的地方，这么高雅的一个人，就应该坐在家里搞搞科研，发发论文。可惜他们医院急诊科实在缺人手，这才让他过来。本来已经够忙的了，现在还要让他带实习生，他这个哥哥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。